云深不知处，弟子开大会，台下乌泱泱一堆蓝家弟子，台上蓝曦臣站中间，蓝忘机站旁边，魏无羡站蓝忘机旁边。蓝启仁不在，他的屋子离净室不远。前天晚上净室里啊的声音太过放肆，气得蓝启仁半夜里从床上摔下来，扭伤了腰。蓝忘机前去探望，表示以后尽量轻点。魏无羡在旁边点头，表示他其实蛮喜欢韩光君用禁言术的。蓝启仁腰更疼了。跑题了，隆冬已至，云深大学堂也要放寒假了。荣誉校长蓝曦臣召集本家弟子做个期末考动员大会。魏无羡一边听着领导的谆谆教诲，一边看着台下的少年，数了数，这一届总共200个人，其中180个男的，20个女的。魏无羡歪了歪身子，凑过去问蓝忘机：你们家男丁的染色体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样本过小，数据不准确。江叔叔和于夫人子女性别5-5开，江家的染色体很合理。样本过小，数据不准确。当年温家也有不少厉害的女修，他家的染色体也很合理。样本过小，数据不准确。怎么样才叫不小？蓝忘机扭头看看魏无羡，魏无羡仰头看看蓝忘机，然后低头看看小蓝忘机。正在说接术语的蓝曦臣大手一挥，指向望羡夫妇：接下来请执行校长忘机和教导主任无羡给你们说几句。魏无羡一个机灵，上前半步，脑子不大清楚，莫名其妙说了一句：你们太小了。蓝忘机从容点头。那今年期末考就考总账数吧。然后蓝忘机去辅导弟子们施总账数了。魏无羡一个人走到藏书室，想要研究一下如何把艾克斯 Y 变成艾克斯。他翻开族谱，从蓝家先祖开始，除了蓝毅，所有宗主都是本家嫡子，兄弟2个，哥哥做蓝宗主，弟弟做蓝二公子。也就是说，每次魏无羡风骚的喊蓝二哥哥的时候，实际上喊了蓝家一堆先祖，包括蓝启仁。魏无羡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决定以后改口喊忘机哥哥。接着往下看，好家伙，不仅本家嫡系女娃凋零，整个蓝氏族谱都不见几个女修。蓝家是绝对做不出针对性打胎这种事情的，只能说蓝家的臭男人啊，射出来的东西确实有问题。魏无羡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他挺能吃的，样本应该够大。回到净室，魏无羡看着坐在榻上发呆的自家老公，体贴说道：这届学生不好带啊。结果蓝忘机自己露出了委屈巴巴的表情：不是我学艺不精，我也用不好总账数。魏无羡爬上榻，揽住老公的肩膀，又揉又捏，一边给老公找借口：术业有专攻吗？不是我说啥，蓝湛你符篆确实使得一般般。倒也不是蓝忘机符篆用的不好，只不过在夷陵老祖面前，整个修真界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符篆用的好。蓝忘机看着更委屈了。魏无羡亲了亲他耳朵，继续说：那要不明天我去教总账数，不就是变大吗？蓝忘机眼神突然凶狠起来：不可！魏无羡挠头：相公你剑术天下第一，那要不我教他们变大，你教他们剁掉。蓝忘机认真想了想，摇摇头：叔父可能会吐血身亡。提起蓝启仁，魏无羡不由得又想到了蓝家无数个蓝二哥哥，不禁抖了抖，化作一滩春水倒在蓝忘机怀里，嘤道：忘机哥哥，我饿了，吃饭。喂完饭之后，照理来说魏无羡会累得不想动，然后由蓝忘机抱着沐浴睡觉。结果这天魏无羡精神倍儿棒，裸奔着从床上跳下来，扭着屁股对蓝忘机说：忘机哥哥，帮我弄出来鸡子鸡孙啊呸，鸡女鸡孙女。在一起久了，蓝忘机已经能跟得上魏无羡那超越碳基生物的脑回路，立刻便明白过来自家媳妇想要干嘛。可是他瞧着眼前裸奔跳恰恰的道侣，歪歪头疑惑道：你要收集那个，其实可以让我带套。当晚魏无羡窝在蓝忘机怀里研究符篆。为什么是研究符篆呢？因为他要发明一种术，让他能看清那白乎乎的玩意儿里到底有多少 X 多少 Y。 按照蓝家的男女比例，他怀疑蓝家臭男人根本射不出 X， 全是 Y。 但是要验证这点，他要先发明个显微术。研究到大半夜，蓝忘机怕第二天魏无羡有黑眼圈，就尝试提议道：魏婴，总账数可否也算一种显微术？都是放大吗？魏无羡一拍脑门：对呀，
然后拂转一飞，往那坨白白的东西上糊了一堆效果绝佳、夷陵老祖亲手画的肿胀符。结果效果太好了，竟是被白花花、手掌大的染色体们淹没了。被淹没的魏无羡惊恐地抱着蓝忘机，在窒息之前打出了一道清水符。染色体加上肿胀数等于巨大的染色体，清水数加上肿胀数等于巨大的 H2O， 就是水。于是竟是被大水冲没了。住在不远处腰疼的蓝启仁的屋子也被冲没了。天刚刚亮，云深不知处大乱，内门弟子、外门弟子、别家听学弟子全都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抗洪救灾。竟是所在位置比较高，大水的意思是体积很大的水，一路雄赳赳气昂昂地冲下山，卷走了无数株古树，顺带破坏了蓝景怡的毕业论文，最后冲进彩衣镇的河流里。蓝启仁的脸都气成猪肝色，在祠堂里扬着鞭子一通乱甩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一众狼狈不堪、湿湿哒哒的弟子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大水。蓝忘机站在蓝启仁旁边，目光平静望着前方。魏无羡抱着他的胳膊，战战兢兢依偎在他身边。蓝氏家规不打诳语，所以蓝忘机不发一语，那就不算打诳语。这时候蓝思追跑进来，对着蓝启仁拱拱手，认真说：是夜风把辽舍的肿胀符吹散了，吹去了山涧水车。山涧与后山寒潭水出一系，带着些灵力，确实有可能误触符转，所以水变大了，水车也变大了，一通大上加大，云深不知处就发大水了。蓝启仁奇怪，辽舍为何会有肿胀符？这种符转并不常见，祠堂内许多弟子七嘴八舌说起来，大概就是韩光君刚定的期末考要考这个，诸位学子掌握不佳，个个都在寮里勤奋练习，很合理，并且是个意外，找不到责任人。蓝启仁觉得哪里不对，下意识看向魏无羡，魏无羡把脑袋枕在蓝忘机肩膀上，面色沉重。各位弟子们为了期末考如此努力，魏某甚为欣慰。不对，哪里不对？蓝启仁就开始鸡蛋里挑骨头。好端端地考什么肿胀数，华而不实，浪费时间。忘机，这真是你的主意？蓝忘机刚准备认下，却有弟子来报，山下彩衣镇镇长求见。镇长是带着一队车队来的，马车载着许多礼物上了山。蓝启仁一头雾水，镇长上来就热情洋溢道：好水，好水，水路通了，蓝家牛逼，天不生蓝氏，彩衣镇万古如长夜呀。今年冬季颇为寒冷，就连姑苏水域都结了冰，原本彩衣镇水路已断，船只不得通行，结果半夜从山上滚下来一坨大水，把冰冲散了，水路又通了，生意又能做了。魏无羡探出头来，接着之前的话题，确实是韩光俊的主意啊。韩光俊原本是想带弟子们下山，去把木船变大破冰，阴差阳错之下，殊途同归，妙啊妙啊！蓝启仁狐疑地去看蓝忘机，蓝忘机面色不改，沉默半晌，说道：镇长跪下来一把抱住蓝忘机大腿：韩光君牛逼，韩光君牛逼呀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虽然不承认、不否认、不拒绝的态度不太好，但总比承认发大水是为了冲染色体要好一点。事后，望羡夫妇去住了彩衣镇的旅社，竟是那一带的建筑毁得最彻底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修复，还好那里离山涧挺近，才不至于遭受怀疑。魏无羡还是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蓝忘机到底射不射得出来 X。 蓝忘机被迫用了3天的套套，第4天终于忍无可忍，问魏婴，研究出来后你待如何？魏无羡捧着用过的套套仔细研究，边研究边说：给你生一个姑娘。蓝忘机愤愤地瞪着一抽屉的套套，悠悠说道：那首先你需要生产卵细胞。魏无羡愣住，他放下套套，把目光转向自家相公，缓慢地眨了眨眼。总有人叫我生，我都忘了，我其实不能生。纵使他们两情相悦，仙门也对这对道侣广为祝福，但总有声音说夷陵老祖再好也是个硬邦邦的男人，生不出一个蛋来。蓝曦臣迟迟不结道侣，嫡系就剩一个蓝忘机，蓝氏高门大户，必不会容忍太久。蓝忘机突然心疼起来，上前抱住魏无羡亲了又亲，一边说道：谁说的？
无需理会。魏无羡被亲得七晕八素，糊里糊涂答道：就锦衣啊。蓝忘机挑起了半边眉毛。锦衣那天跟我一起读八卦小报，10份里面8份都在说这个。冰山美人蓝忘机露出一个很温柔的笑容，拥住道侣说道：夜深了，先睡吧。然后痛失毕业论文的蓝景怡突然被告知，她的开题挂了。开题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了，早就过了，韩光俊亲自批的，我已经就着这个课题写了1年了。蓝思追表情沉痛：韩光俊的最新通知，你不用写毕业论文了，改做毕业设计了。作品就是近视，你要复原近视，可我不是学建筑的，魏前辈让我给你带话，不会的话可以请枪手。我没钱啊，那就云深异业，文盲学历。蓝景怡急了：不是，那个，可是魏前辈也是云深异业啊，那他也是文盲吗？蓝忘机突然出现，很严肃地说：魏婴是云深交流生，他本身是云梦优秀毕业生，6艺俱全，风雅学霸。你有攒了多年的压岁钱。点击订阅，按赞，留言，打赏，欢迎扫码加入本频道会员。